嘿，欢迎来到每日更新的丰盛奥尔文哈。今天来继续为你捕捉恋人的讯号。今天是频道最受欢迎的题目：谁要跟你告白了？谁要跟你告白了？哈，那每次到这个题目都非常多人看，大家都迫不及待，想知道是谁。那我们来继续为你捕捉。那这是今天的4张牌哈。等一下拿近看的时候，如果你要看久一点，记得按下暂停。好，来。第一张圣杯4，好，因为按暂停中间会有一个符号嘛，来，我们来到旁边看哦。好，第二张是倒吊人，好，它这组牌的意象都非常特别哦，不是传统的那一种表达哈。所以你可以仔细看来选择。好，第3张是女王牌、皇后牌。好，那我想你们都很会选哦。那我们选好了就开始吧。来，我们就先从选择第1号牌的朋友开始哈，这是今天的牌。哦，那我们一样会先抽5张牌来看哈。那今天会有一点不同，是我可能还有另外为单1张再去抽多的牌来看看有没有直接的分支的解释哈。好，来5张哈。好，来第1张。好，第2。好，第3。第4。盖起来好，一样。第5。好，先这些哈。来看一下为什么会写哦。这边想一下哈。一开始作为核心的位置哦，是用权杖8，然后又有圣杯8。这一个人，他已经有过一次要告白的机会了，不能说机会啦，应该说他已经有一次已经准备要告白了，可是他后来突然回头了。哦，他回头是因为他突然有一点害怕这一件事情会落空。那他这一个害怕从哪里来？是他突然担心你可能想要的很多，而他能给的很少。哦，那是那一瞬间的事。所以他现在回去充电了啦。为什么说他回去充电？因为他好不容易等到了一个很强的勇气，很好的火能量，也算是等到了一个蛮好的时机。该怎么说？我觉得他错过了自己最好的状态的第一次啦。他突然不知道那一天可能身体状况不好吗？还是那一天天气不好？还是那一天要去跟你告白前听了一些难过的歌、失恋的歌，所以就突然有一点点被削弱了这个能量。所以当他很靠近你的时候，应该说那一个时机是他等待很久了，可能是你那天气氛也不错，还是大家聚会，还是什么有约出去，然后什么的，然后他其实真的可以告白了。然后我这边看到的是已经到了箭在那个叫什么？箭在弦上，已经要射了。
然后已经对准你的目标了，要发射出那个箭了。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手突然软了、松了哈，他把弓箭往下移了哈。但也有一个可能是，他突然看不清楚你，他突然有一瞬间，突然可能你的性格啊、你的各方面，突然有一个新的讯号跑出来，然后他突然有一点茫然，不确定眼前的这个你真的是他想要的吗？我跟你讲，也有这个可能哦。哦，你知道什么？因为，因为圣杯7跟8在这里作祟了，你知道吗？哦，他在他心里的瞬间产生了某一种幻觉，然后幻觉中又带来了一种泡影，就是他知道他在要跟你告白前，他似乎突然觉得说，会不会一切都是只是他的想象而已？想象什么？想象着他能够给你很好的幸福，想象着你身上的一切都是对他来讲都是最美好的。他突然有一个这个脑子里突然有一种这种奇怪的，也不是说奇怪啦，他突然有一个防备心，然后掺杂了一些胆怯、害怕跟莫名的不安感。然后他这一局他先退了，那你说他会不会还会有下一次？有啦，因为他一下来之后，他的内在的新的火能量、新的向往、新的好奇什么就再浮出来。其实他有一点点后悔，为什么当下不一鼓作气？因为我这边看到那一个时机点，那一个情况，各方面都算蛮好的，很顺，能量也都好像都决定好了，可以这样做了，就他基本上没做下去，傻乎乎的啦哈。但是这也代表够喜欢，够喜欢你啦，够喜欢你，所以才会这样哈。那不过我觉得，通常这个连带的原因都是因为他可能之前有过类似的经验，然后失败了啦，所以他这一次变得更谨慎了。我这里其实没有看到那一个谨慎，但是我有看到他面对某种幻觉的时候的理智跑出来。好，那他心底有点觉得，那我选择另外一条路走看看好了。这个是什么意思？就是他可能当下也觉得现在跟你告白这个方法不好，所以他心里觉得，那我看看别条路好了，也许会好一点。别的方法会好一点，别的情境会好一点。反正他当下不知道感受到了什么啦，让他错乱了或什么的，让他没自信了。我们讲最白就是突然的没自信了。好啦，我只觉得这里傻傻的啦，因为整个能量什么都还不错哈。如果这一个真的有发生，其实已经是在看牌之前就发生了，他已经告白了。因为这个比较多的是已经靠很近了，却没有作为。他真的已经靠很近了，却没有作为。那没关系，我们再继续来看，我们看看有没有下一次，或是到底发生什么事，来看清楚就好了哈。没关系，因为他已经很近了，他真的就在最后一刻了哈。没关系，我们就等一下哦。那权杖四，你看，权杖四也说了，那个时间点是好的，但就圣杯八的那一瞬，圣杯8、圣杯7，告诉了我们那一刻他决定先撤。但是权杖是在整个情境的底下的能量的诠释是说，这已经算是目前能遇到非常好的一个瞬间了。那对于之后要再告白的情况，可能不会有这个好哦，因为这边有一种好像
这一个能量哈，这一个权杖四、权杖八的这一个好能量，它好像久久才一次哦，在这一组。那这边有一个，这里的权杖一的新能量是跟这个完全没有交集的，而且还跟这里有点遥远。就这两个位置是非常遥远的哈，而且它有一种不可逆的感觉，它必须要重来。哦，它必须要重来，再到这里再去，重来再到去哦。那本来的路径是已经蛮好的，是一种去参加喜宴喜事的路径。哦，铺好了，好不容易能量积聚起来要去了，就到了最后端点的时候，却突然转向了。好，不能说可惜，应该是说，如果他当下的感觉是不对的，他要走，一定是有某种讯号驱使他，因为他要来跟你告白的这一根力量也不弱啊，但能够让他转向，一定那个能量也很强。所以有的时候我都会把它当成是说，应该是有某一种能量，或是你这里的能量，突然有人觉得这个时机不好，哦，然后就有点硬碰硬的去影响了。好，那怎么影响他的这个很难说，但只能看到的是他的一种茫然。好，就像我们刚刚前面讲的，他的一种多余的想象，造就他有过度的不安跟不确定性，所以他没办法当下把完整的勇气表达出来。哦，但没有关系，因为他回去储备能量，表示他还会再来一次了。好，这个就我是觉得还好哦，没有什么大问题。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来看一下圣杯八的这个位置有什么讯号哈？拿别的牌来看哈。今天会翻的牌会比较多哈，所以画面可能会有点乱哈。来，我们来仔细看一下圣杯八哈。我用2张来看一下情况哈。其实通常哈，因为这个是大众占卜啦，所以我就为了画面或什么，有一些时候我都会讲的比较完整一点，就是不会一直去挖细节哦。但是我在1对1占卜的时候，我就会因为会针对某些很敏感的点，我会用别的牌立刻翻出来，我觉得应该要找出蹊跷的地方。那我今天这一组牌我也来这样翻一下，因为我觉得可以翻一下，翻看看，翻给你们看哦。来，好，这3张的话，我看一下哈，1、1、3，好。我觉得他被朋友干扰了，他被朋友干扰了，他被外物干扰了。在当下，他可能当下有收到一个讯息，是跟你没有关系的，可是是跟他的事情有关系的。他生活里可能有什么事情，工作上有什么事情被影响了，那一瞬间，好、那一个打扰让他很多感觉归零了。我觉得他那一瞬间的勇气就消掉了，跟你其实真的没有关系，真的是一种有点像电影式的阴错阳差的一个奇怪的事情介入了。好，所以可惜啦，这个时候我就真的可以说可惜了，怎么没有一个很好的能量挡住了这些奇怪？可是没办法，他的生活里有其他的事情，这个时候需要出现，所以他的心情上有一点心神不宁了，所以可能是其他的事情，工作啦，或是家人的事情，影响他没办法去承受跟你告白之后你的反应，他没有空间了，所以他收起来了。那也没办法，所以这一次就这样子可惜掉了啦。哦，那就只好等下一次了。哦，这边看起来就是很直觉式的，很
精准的打扰了这一个念头了。哦，没关系，那我们再等看看之后有没有别的哈。好，那这个部分就先讲，我们来看其他的位置哈。来，这3张就先放这里，等一下应该也会盖住哈，但我们先放这里。哎，画面，没关系哈。来，我们再来看其他的位置哈。来，好，先看一下这2张哈。好，这一次翻的方式我会换一下哈。先看这2张。这边偷偷说了一件事情，这个人是你会喜欢的，无论是外在、内在性格上面。以这一题来说，这个人不可能是你的，不会是你的陌生人哦，因为他应该已经认识你蛮久了，等了蛮久的机会要告白的。他不会是，我觉得你认真想，你应该能想出来是谁。因为他在这一次他就已经等到一个非常好的时机要告白了，表示他不可能是一个完全的陌生人，或是跟你不熟的人。哦，那你又喜欢，光是这2个点，我觉得有点破梗了，看你能不能想出来啦。哦，他真的是很既然你有喜欢的人，他已经准备告白了。哦，只是我这边塔牌给的一个讯号是，他这边有一点点斩钉截铁的直接说，这一个告白时机虽然情境很好，情况很好，也是累积了很久的能量才要让到了这个位置需要告白，但它没有发生，是因为必须要重来。那这个必须要重来的意念，我大概觉得，我目前觉得一定是他的外物的事情会完整的干扰他跟你告白之后的专心度跟专注度。他很有可能会变成说，他如果也还是去跟你告白了，然后你们也想试着交往，可是这个初期你可能会觉得他好像都不专心，很难专注在你身上，因为在你的角度会觉得，我才刚被告白，我应该是成为主角吧。不是应该会这样？这理所当然的，一种很直觉的概念。但是因为他有外物、工作家，我觉得他那个就是工作家人，其他的自己的私人世界的一些杂事影响他，他就变得不专心。所以在这个时候，塔牌讲说，不是不让你们去那一个在一起的路，而是那一条路现在还不适合踏上去，所以让他重来吧，让他再走一次，让他再累积一下他的勇气，让他再累积一下他的感觉，再去营造一下最好的时机，让他再一次。现在不行，那这一点，我觉得有蛮明确的是，他的这一个准备再一次是，他连他这个自己的事、工作的事，他自己先处理完之后，他的心情要再更松了再来比较好。好，我觉得就是因为这一个事情把他打扰了。所以他的圣杯8、圣杯7的那一个虚幻所带来的不安感跑出来了。应该是说，他这个打扰他的事情有一个核心重点是，他好像很努力的去解决，他好像很努力的去做了，但是效果不好，结果不好都不如他预期，所以他某种自信心跟对世界某种规则的理解，在这其他的事情上面有一点点被打击到，所以他连带的觉得跟你告白这件事情也很重要。那会不会因为他也变得没这么顺，没他想象中的完美，然后也打扰了你？所以他这里他这个瞬间圣杯8所出现的情绪非常多，在那一瞬间。那我目前看起来，我是也支持他先停一下。好，
我是觉得可惜了，恶魔牌在这里出现，因为你们两个好像互相有好感，感觉也不错，往下走也不错。毕竟前面在铺路让你们相遇的这一个路径是受祝福的，而且有加速的，势在必行的，没有什么问题的。可是受了干扰就变这样。好，那我们这里我们先释怀一下，毕竟塔牌跑出来了，塔牌的这一个坏事发生之前的一种善意的，也很有善意的阻止，我觉得，这边把它说破了啦。他就是说这件事情是挡不住的，他这个情绪是挡不住的。还好他没有冒进去，还是去告白。他突然有理智回来一点点。好，那这边也透露了一件事情是，圣杯七这边讲的不一定只有他，应该说其实他会觉得不安啦，他会觉得这件事情如果告白下去会不会就不成了，他也没有能力。其实主要也是联动在他原本自己心里有一些其他的事情所带来的一种对于现实的不信任感。因为他觉得现实里面可能发生太多他预期以外的坏事，或是他难以处理的事情，或是徒劳无功的事情，所以他连带的反过来觉得，这份爱情如果我这么认真看待，是不是也会徒劳呢？在那一瞬间，他就联想到这里了。已经有大概的讯息是关联起来的。没关系，我们再往下翻看他有没有更深的讯号要告诉我们。好，战车世界，好，命运之轮在这边说，别担心，这整件事只往后退了一半，没有让他从头来。其实整个路径只让他退了一半，没有让他从头来，所以他会回复的很快，他会处理这件事情处理的很快，所以他再回来跟你告白不会很久，不会太久，你再等一下就好了。我跟你说，我觉得这命运之轮这里他讲的是宇宙里面有一个善意啦，觉得他很辛苦有一点点不想要让他好不容易要去跟你告白，却让他退回了起点。所以命运之轮这边说，在宇宙能量好像要把他拉住，让他只退到一半，他可以很快的就回复。那我这边会比较喜欢用拟人化的方法来说，命运之轮自己出手了，把他拉住了就是有一点像是把他像放风筝一样，把他本来快飘走了，或者线要断了，他本来立刻把它转回来了看准时机了。那塔牌它也不是恶意的塔牌也是因为看到了他的人生线的其他的故事线要做了一个主动性的干扰的时候，是一种很难控制的干扰的时候，那塔牌直接用强而有力的方式让他退后有点像是赛跑要起跑的时候，结果发现有人会偷跑，所以裁判就先逼了一下。那逼的一瞬间，你会觉得是要跑呢，还是有人犯规？你瞬间的时候会搞不清楚那塔牌的出现就很像是那一个哨子逼了一下，说退，等一下，差不多是这个警讯啦，是非常好意的。加上命运之轮那真的是非常好。我刚刚已经说非常好意了，然后命运之轮又再出来做了这一个有实质行为的一个能量，就是先把你们拉住了啦。只是可惜，只是这整件事情会变得比他第一次要在告白的时候多了一些困难，但是也多了一些等待。战车牌这边说，别担心，路径还是有，他还是会回来。只是这一次他在回来的时候，可能就没有像这第一次他跟你告白的时候那种开朗度，那一种无比的勇气，那一种储备好的能量，欢喜到跟你告白。那你会说，那这样第二次告白为什么已经没有第一次了？不是，他这一次回去，事情出来了，他会有一个新的稳定性，还有一个新的成熟度。
他削弱了他一些孩子气哦，这里有削弱一些孩子气，他就变得比较从容，没那么紧张。在战车牌这个位置，非常严格的去再看一次他这一次回来的时候，是否还符合第一次要跟你告白前的那一个品质。这怎么说？就是说，他会不会第一次告白之后，后面变得比较随便，或者比较胆怯，能量也没以前好，然后或是用侥幸的心态来。那这边看到的不是，反而是更加分、更茁壮、更有韧性、更从容。也就是说，他第二次来，就算你拒绝他，他也觉得没关系，那我们再慢慢来，我还会再找到对的时间，还会再跟你告白。那如果是第一次来的时候，你可能拒绝他，他就再也不会出现了，是有这一个差距的哦。那这个差距主要是出现，因为战车牌出现在这了，然后我才看到有一些事情好像有在训练他。那他牌跟牌的连接里面有一种，它有一个，怎么讲？它有一个新的魅力在产生。哦，恶魔牌这里不只是讲到你们两个看到彼此的时候的喜欢所带来的一种对彼此的期待，除了这个之外，在第二次再来看的时候，才发现说它有一个新的魅力、新的样子，在第二次准备好跟你告白的时候会带来。所以也许他在第二次跟你告白的时候，对你来讲是第一次啦，可是对他来讲是第二次的时候，你会发现他有新的魅力，是你以前没有发现的，甚至你有可能不知道我在说谁，你也想不到。而他出来跟你告白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人有一个新的东西，你会喜欢，你以前从来没有发现过的。好，他会对你来说是一个有点不一样的人，有一点不一样的旧朋友，或者有点不一样的旧事。那我这边要收回一点点，刚刚讲说你们可能应该很熟啊，常见面什么的。我这边要收回一点点，我觉得我有感觉到你们的情感流动上是比较淡的，所以可能只是认识，可能有出去过，可是都是有其他人一起的。因为我没有觉得你们有单独，因为有单独一起出去的话，这个能量的讯号不会是这样子这么弹跳的，心跳很快的。好，那他这一次找到了这个机会要跟你告白的这一次，我觉得似乎是他终于有等到跟你可以比较像是两个人一起出去，或是大家一起出去的时候，只剩下你们两个人的状况，就是变成能量的嘈杂性变低的时候，他会跟你告白。我不确定是不是只有你们两个人啊，或是人变少，可他终于等到了，可是他第一次的时候没有做哦。那这个很细节哈，这里我就看不到了，我这边现在没有看到。好，那我们再看一下这个能量的方向怎么走哈。来看两张。我等一下应该会对塔牌，我现在先翻好了哦。对塔牌我直接翻。我看一下我要用什么牌翻。我去不用。我用比较清晰的东西翻啊，用这个。来，我来翻两张来看一下塔牌说了什么我通常不会他自己跳出来，然后就觉得是他了，因为我没有，我觉得我还是比较在乎我要翻的时候。来，看塔牌说了什么，塔牌头头说了什么。这里的话，让我想一下，他好像是说，他塔牌这个位置在说这是一个顺序问题。其实他要跟你告白，应该是先的，
然后这个干扰应该是后的，可是它的节奏变慢了，所以它变成其他自己私人事情干扰，它变成先发生了，因为我用一种比较故事性的来说这件事情哈，这件事情应该是要让你就说告白，它是一个塔，然后告白之后，你们两个就会进入那个塔，然后塔就会崩坏。那个崩坏的方式是后来他被打扰了，所以他就开始变得不专心，然后开始有一些烦恼了，所以会变成说，在那个当下，有可能他跟你告白之后，就他被外物打扰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这个人不是才刚告白吗？怎么整个人变得心神不定，没有快乐的感觉？那就是因为他告白之后，你们就进入那个塔，然后塔就会崩坏，因为确实是有外力，就像塔牌原本那个闪电来的一样，它会崩坏，然后你们两个在里面，你会有一点不知所措，发生什么事情，然后你那个时候的心情会比较像是说，我正准备要投入了，怎么这个人就有点分心。所以这2张牌在说，其实，在塔牌发生之前，有2个骑士在守卫着，不让你们进去，但他们来不及，没有出现。所以他们变成是当塔下来倒下来的时候，他要想办法把你们救出来。这是比较故事性的说法。那这个行为是比较讲的意思，就是说他的念头，上有点像这2个骑士所思维的。当他的外物事情来打扰的时候，他就会觉得说，那我下次再告白了，这个时候事情不好。其实他是有理智，他不一定是被这个东西干扰而感觉到这份爱情可能会走得不好，或是不安，或是恐惧，让他决定不要告白。其实他心里也有感觉到说，我现在很难专心，就有点像是你们要进塔之前的守卫守住了，就是他的一个感觉。所以他这个很复杂啦，真的很难讲。我只能说，有一个他的好意阻止了他去跟你们告白啦。无论这个塔牌要先发生还是不发生啦，如果先发生的话，就是说，如果先告白了，然后后来这个干扰了，他变得不专心，他变得很难在当下立刻对你专心的话，他自己也有一个理智，会想办法去把它弄好，然后让你知道说，抱歉，我有别的心情，有什么什么这样。那他会觉得自己会很失望。那可是还好，这个顺序换了，就是他先被打扰了，所以他在跟你告白之前就被打扰了，所以他的这一个内心的这一个侍卫，这个骑士就告诉他说，就让他知道说，好，那我这次不行。那这一个感觉有很复杂的情绪，有一种是他被他心里的这个骑士提醒了，说就是用很多方式提醒他说这次不好。感觉不对，不够完整。然后他有另外一种提醒项，是说他的一种不安跟恐惧出现了，把他拉回来了。我只是用拟人化的方式，再用牌子骑士的方式来跟你讲是骑士，可是其实它只是一个念头，它有一种保护机制的念头，保护你，保护这个关系，或是保护他都有可能。那塔牌这一个被打扰的、干扰他的这个讯息是一定会发生在这个时候。他并不是说这是同一条线，说他要告白的左右就会有这个事情干扰，不是，是刚好这2件事走到了同一条时间、同一个时间点，而且是非常近。只是不巧的事情先发生了。那这里我就不太确定说这个事情发生是一定要发生来阻止你们这一次，还是就是2个时间线的交集，然后再考验他的决定。或是没有考验他的决定，而是他的人的责任感，或是他有多喜欢你的这一份心，影响了他的决定，所以他先退去。那我们今天看到这个牌的时候，我觉得他有一个讯号是希望在等待被告白的人，你们不要觉得怎么会有一个人不完全鼓起勇气去告白，然后为什么退缩了？
因为我非常常看到这种评论，就是说，那像这种会退缩不这样子的人，我何必跟他在一起？我每次到这一题都会非常在意这一件事，而且会常常想到这件事。那我们算牌就是要跟你说，事情有很多的面向，跟很有多的可能性发生了，还有很多的故事或是别人的人生发生的事情，你不会知道，不能只用一个结论来去，或是一个事件或者一个结局来去判断这个人的好坏。你看，像这一题，我们就看到了他内心的在责任感，跟他有多喜欢你的这一个决定前前后后的挣扎，他大可以无论如何都跟你告白，然后就还是被他原本的事情干扰。可是他却决定，他希望跟你告白的时候，能够让你发现他全然的专注在你身上，没有任何外物。有的时候他的这个责任感就变成是好坏的一体两面。他太过有责任感，太过有保护欲，那他保护了这件事情，却被误解了他的懦弱，有吗？但是从好的面向是，他确实让事情变得比较安全。也比较让你觉得受到尊重，可是也因为他没去，也让他错过了这件事情。然后在我们看牌的角度或外人的角度看来，他是懦弱的，但也这也是他被误会。所以这就是看牌有趣的地方。能看到这么细的话，那这我觉得还不错。就算是你就算当做听故事，也可以听出很多面向、很多可能性在我们周围不断发生。好。来，我们继续来翻，还有很多牌没翻哈。来，我做过今天这一题会讲比较久哈。来，继续来翻哈，还有，哎，好，这两种先放旁边哈。好，那你看吧，女祭司牌还是来了。我刚刚前面就说，就塔牌来了，它不是女祭司牌来，但是意义没有差很多，只是方法不同。果然，女祭司牌是在别的地方要来了。女祭司牌在这边告诉你，希望你理解一件事情：这个打扰跟第一次的告白是必须要停止的。好，以理智上，绝对的理智上因为女祭司牌出现在这里，我必须说是绝对的理智上。如果它不是出现在除了别的地方，就是说法是不一样的。但它出现在了这一个非常高度的理性上面。它这个理性的等级有点规格到有一点点在测试一个人的最高级的理智能到什么程度。那女祭司牌在这边讲的是说，希望你明白这一个停止跟这个打扰是一定要发生的，而且是在最高度的理性上面所决定的一件事情。所以他反在讲的是说，这一个人的决定退去是经过非常认真的瞬间思考到的唯一的答案，所以他决定不告白，因为他很认真的检视自己内心的平衡跟宁静，他发现太躁乱了，太躁乱了，他必须这次要退，要不能告白，要改，所以他女祭司牌在这边来告诉我们，来解释说，请你理解这件事，他不是懦弱或什么，他是非常理智的决定这件事情，算是一种勇气，因为这个里面代表了某种挣扎，某种你知道，他这一个勇气跟这一个决定比较像是说，因为在这里的连接，他会有点在讲说，当一个神爱上一个凡人的时候，他需要有多大的勇气去告诉别人他的爱，大概是这种等级的，一种跨越的。所以他这么接近要跟你告白了，他却觉得先不要。他其实是很高级的理智在思考这件事情。女祭司牌希望你在这边理解这件事情，那也希望你理解一件事情是，他其实内心是蛮沉重的，他有自己的事情很沉重，还有他没办法跟你告白所带来的一个新的沉重感都有。那他现在除了需要去等待新的火苗出来之外，他也在化解自己这一个自己对你还有他自己的生活的一个沉重感，他还在感受中，他还在解决中，因为才到权杖9，后面还有10，他还有一个过程，
所以下一次他在跟你告白的时候，可能再等一下，没那么快。通常我会说，这个流转通常都是3到6个月，所以他可能是你身边的好朋友，那你就好好的跟你现在先可能不知道是谁，或是我也是希望你不要知道是谁，或者你不要去找，只能说你现在就保有着，好好的跟你身边的任何人好好的相处。也许他就在其中，而且对他来讲就是一个极大的安慰，因为他内在被打扰的这件事情，我们这边找不到是什么细节，但是他一定有深受影响，影响到他能够改变他要跟你告白的那一个瞬间。好，所以跟你旁边的人好好相处，也许他会提早，所以他会恢复的比较快，比他预期的快。好，这里比较高级的位置要跟你说的是这个，就是牌面要你理解的。然后他还出了女祭司牌来说，所以必须了，我们就接受他这个第一次告白，也不算是他主动觉得要停了，有各种原因介入了。还好他的理智上有发现说，先不要告白好了。还好他有发现。来，你知道为什么他会一直说还好没有告白吗？因为他可能这件事情影响他很大，会有点打扰了你们感情一开始的发展。还有我们再来看你们两个的相关连结好了哈。那我们用什么翻好呢？用这个翻好了。来，好，这个先这样子。好，好，他从开始对你喜欢到他决定要跟你告白这一段路，其实他花了蛮多时间去整理他的心情的。他不是冲动的。他想了一遍又想了一遍，他才决定好要跟你告白的。所以对他来讲，这一个第一次告白的这个瞬间，对他来讲其实是很珍贵的。可惜没有发生，但也还好没有发生。那所以只能再等第二次了。那他这一次没有告白，他之后可能会有更多的烦恼，因为这一次没告白的烦恼跟其他事情的烦恼发生了，所以他这一次我觉得你下次他要跟你告白要再等一下。那他现在应该会用比较淡的方式跟你相处在附近，然后他会把他对你的喜欢收起来，他会收。我这边看到的是那一个能量弱化了，消失了，在这里之后就有消失很多了。然后后面就再也没有支持这一个能量的讯号了，表示他在这一个不告白之后就收起来了。唯一联系他立场的出现就是恶魔牌跟命运之轮的拉扯，让你们两个还有一个距离，还让他愿意还跟你保持一个距离，近的不是远的。可是他那一个本来要跟你表达的那一个恋爱的表白的能量是收了啦，可能要再等一下哈。等他心情需要再更安静之后，他就会表达了，他就会表白。来，好。到5了哈，宝剑到5了哈。这里我帮你们翻的是告白之后，试着交往之后的一些情况哈，让你有点期待哈。他会维护你非常多的事情，他几乎所有事情好坏，他都会先站在你这边，他有点盲目的站在你这里啦，这一点你要知道哈。那你们两个算是没有所谓的谁强谁弱的关系，是很协调的。这边也看到说，因为你们可能原本从朋友上来说就很顺，所以在进到恋人关系的时候，还是不会改变太多，只有关系上的形容改变了，可其实内容上不会改变太多，因为你们在做朋友之前就已经达到了蛮好的一个平衡了，所以不需要
改变太多。其实这边在讲是说不需要改变太多。好，来，我们再翻另外2张哈。这2张是接下来我要翻这2张是我想看说，你们相处上是不是其实还是有很多缺点？是不是有什么的缺点？比较不适应的方式。虽然这个时候讲太早了，但是因为前面讲很多之前的时候，不然再讲一些比较未来的东西了，让你好奇一下哈。来，好，等我一下哈，这2张把它收到上面去。好，那如果你们真的未来相处在一起的时候，我觉得还好，你们会很有家的感觉，会越来越近，然后你们会开始分享彼此平常个人单身的时候很想做的一些事情。那因为没有人陪，然后希望有2个人可以一起去做，然后你们2个就开始去做了。这个比喻我常常讲了，就是可能想去哪个国家，以前自己一个人不敢去，找不到朋友去，那你们2个现在可以一起去了，或是去参加一些你有没有去参加过的活动，这也是反正就是会比你现在的生活会有非常不同的项目，在你们2个交往之后变得比较稳定的时候，会去做很多，然后会有比较不同的回忆，也算是联络感情的一个方法。所以也就是说，其实你们2个后来在一起的时候，算是适合的。感情也是稳定的，只是可惜被挡在这里还没开始，那你期待一下，下次告白之后应该就会蛮顺的。而且你这边有在透露，其实你会渐渐知道是谁。那这边也有说，你是可以有所主动性的。为什么我这么说？因为我有看到能量上的平衡，所以就没有所谓的只有他来，你在这边等待的这个讯号没有。其实这边有一个2个人的非常制衡平衡的关系，所以你发现是谁的时候，你也可以去主动看看，去主动示好。但我会比较希望开口说想要跟你交往的人是他，因为能量上的方向感是这样。因为如果你主动先说了，我觉得在某一种定义上似乎有所打扰，就这样。所以我觉得这边你可以保持比较多的是等待一下，除非你真的等不及了啦。那种打扰也不会真的打扰太多了，但是就不太像是原本的能量所看到的那个走向就是了。好，就这样这是选择1号牌的朋友那希望给你很多方向感那就这样谢谢你来听，祝福你。好，我们继续从选择第2号牌的朋友开始那今天的题目是谁要告白了？谁要告白了好，我们继续从选5张牌，抽5张牌再看今天会有点不一样，我会特别针对某些牌再另外翻其他的塔罗牌给的2到3张讯号来把它看清楚因为我有发现之前有些讯息单1张不够说明我得到的讯息量不够好，来，现在5张好，好，3，好，再来再来第5，好。今天的题目谁要告白了谁要告白了来，如果是从节制牌开始的话圣杯骑士，这个人他已经在 stand by 了，在你旁边，
他身边所有的能量，都已经就位了，在等待他的告白。就是说，他这方面是完全准备好了，而且除了完全准备好之外，但是他并没有太过平衡，水能量还是算太多，所以以他现在的状态是，他已经迫不及待要跟你告白了。但他有可能也只是跟你表达他对你的喜欢，但我觉得这一题，今天这题不会只是告白，他会非常认真的告诉你他喜欢你。因为圣杯骑士再加上权杖六，他在一个非常扎实的位置跟非常遥远的情愫里，不是说遥远啦，非常深沉的，他对于远方未来性的期待的位置，他已经有他想要走到的走到的路，走到的情况，就是说他想要带你走去哪里，你跟他的快乐的生活，他已经有很明确的想象了。那他现在走到你附近，那为什么还没告白？因为他似乎还差一个声音，我觉得他还差一个声音。那这个声音不太像是他身体里面发出的声音，他好像还在等某个人的讯号，朋友吧，我觉得，或是他的朋友，或是比较有智慧的人的认同跟确定。所以我在想，他在等的最后一点能量是这一个啦。那这个人，还没回答，但也有可能他还没问因为这个人的能量还在远方，包着这一件事情的答案。我觉得不会等太久我觉得他只是还没问，不是问了还没有答案，我觉得他只是还没问那这个人其实是会认同的，会支持的。可是今天要跟你告白这个人，这个主角，他就是需要问一下这个人其实他也知道答案了，但是他在最后一刻还是想要依赖一下这一个人的答案啦，因为这一个人的答案对他来讲是超越了他对现实的想象，也就是说，他本身是一个比较浪漫的人，而且是有点高度浪漫的人。那他这个朋友比较有智慧的，可能是他已经认识非常久、非常信任的朋友，然后长辈也可以。然后他比他更扎实，活得更现实，生活也活得更接近真正的世界。所以从这里可以看得出来，要跟你告白这个人偏浪漫、偏直觉性的，偏比较，我觉得他算比较冲动，因为他水能量有点太多了。但有看到一些优点，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会非常有趣点子很多。但就是土能量不够多他只能在一种比较理性跟感性之间，它只是比较能够权衡，比较能够平均分配这4种能量，尤其土能量偏少的状态下，他只是尽可能的学习跟锻炼，相信土能量给他所带来的真实世界的感受，所以他的金钱观可能有点差但是他有把它控制很好。他所谓的金钱观很差，是他可能对于100、1000、10000的差距敏感度不高，但他有把它控制在不会有差错、不会乱掉的情况。因为节制牌在这边定义了这一个人的自由是被他的理智所控制的，他的自由自在的奔放感，他的浪漫，他的绝对浪漫主义有被他自己的理智所框限节制起来。那加上他身边可能有很常给他意见的人，有智慧的人，有他信赖的人，然后他学习他们，所以他其实是整个状态上是非常平衡制衡的。他也是一个很奔放的内在啦，所以他现在一直没有跟你告白他有点等不及
但我有得到一点点声音是，他周遭的朋友或是那一个有智慧的朋友，他有可能问过他了。那他那个朋友叫他再等一下，也有这个讯号哦。哦，反正都是一些出于善意的啦。叫他再等一下。那以你的角度，这个人你认识吗？认识。熟吗？最近好像有点熟。最近好像有可能比较有接触哈。那熟的程度，我觉得他应该不是你认识很久的人，因为他心中澎湃的那个水能量应该是第一次产生出来，他不是从一个老朋友的里面难得跑出来，或是很奇异的跑出来，他是一个在你认识你之后有一个迅速累积的一个奔放的水能量，想跟你告白的这个水能量。然后搭配着他对于某些事情的想象，所以我没有觉得他出现在你身边很久，但是他在你身边成为普通朋友或是在这边出现的时间也没有很久啦，但是也不是刚出来就对了。然后我觉得他这个告白不一定是只是跟你说他很喜欢你，这可能性很高啦。会表达的很清楚，这可能性很高，但是也有一点点的比例，它只有一点点，后面很多比例，他有一点想要从慢慢的跟你越来越好开始。可是这件事，我觉得不太符合他原始个性。他原始个性会是直接说他喜欢你，然后他会说想要交往看看，想试试看在一起这样。我觉得这个几率比较高，因为这边的好几个能量都是属于比较冲动型的。我觉得不算是以理智上看来是比较冲动型，但是以浪漫来说，它是感情丰沛的，比较奔放的。还 OK 啦，因为他不是个什么奇怪的人啦，因为我看到他旁边的一些能量都还蛮支持他，蛮爱他的，蛮站在他这一边的，表示他这个是不错的人。然后能量的性质跟光亮点啊，正面能量都还蛮足的。好，来往下看哈。我跟你说，他其实早就已经要跟你告白了，但是他旁边的朋友或什么有点拉住他，因为他可能之前有点乱告白吧，没搞清楚，或是告白的不好，所以这一次好像有点被说不要再做傻事了，不要再做蠢事了，告白要告精致一点，表达要表达的清楚一点。那他旁边有蛮多军师的啦，我觉得有一个军师很重要，他在告诉他说，你有在教他节奏放慢，慢慢认识人家也比较好，也不一定要告白，先跟他混熟也比较好哦。那他自己心里是觉得冲啊，就先告白再说，但是他其实是被拉住的。那从这边可以看出他的本质个性是非常有趣的，非常多元的，非常奔放的。你以后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他会带你去非常多的地方，会看到非常多新奇的事情。他对新的事物能够增添生活上的新鲜感、创意、探索度。他是一个很强大的探险者的个性，冲的也很快，但不代表他不理智。因为节制牌设定了他很像是外在看起来很莽撞、很冲刺的，可是他内在非常的仔细，对于感受上非常仔细。他虽然做事上可能看起来好像很粗枝大叶，但他内在对于感觉这件事情很仔细。所以他的人际关系也处理的蛮好的，他知道人跟人之间的分寸跟一次一次的节奏这样子，所以也因此他遇到你的时候，他这些东西有点用不太上。他运到你的，他就有很满的水能量在推着他要冲刺这样。那我是觉得，他很有可能在跟你告白的时候出错，或傻傻的，或者讲错话，或是表现的不好。对他来说，他应该要表现到100分，但我觉得他可能只会表现到50-60分而已。那你这边看起来其实没什么差别，只会觉得
有点唐突而已。因为以他的能量来说，他可能没办法温温的、偷偷的跟你示好，他一定会突然就爆出来说他喜欢你，或者表达让你非常清晰。在你这边会在，如果你没有看这组牌你可能会有点吓一跳。那你今天有看到，你就会知道说，可能近期会有人跟你告白，会表达心意这样。我觉得最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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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浅，他会比较多频率的把你约出去。这是最小最小的能量。这是他在靠近你找机会要跟你讲的一个能量。所以他一开始最初的迹象就是他会忍不住想要约你，多约你出去，问你有没有空或什么，这是他一开始会做的最基本的事情。因为他其实也算是一个猎人状态，一个探索状态。我刚刚不是说他是一个探险家性格嘛，所以他不会，他虽然看起来很莽撞，那是因为他很勇敢，很有勇气，他会冲。可是他每一个节奏细节，我刚刚说的感觉上事情，他其实分得很细，所以他会在很好的时机才会让你知道他喜欢你，他会确定那一个是很好的感觉的时机，你会感觉到很好的感觉的时机才会表达给你。这里5张牌很顺哈。蛮好的，没什么阻碍，没什么需要，没什么诡异的地方。无论是内外在、想象的、现实生活物质的，跟心底黑暗面的各方面都很顺，都是一个很不错的开端。先这样说，它是一个很不错的开端。好，我再来看一下有没有什么哪一个位置我需要探索一下的。好，最疑惑的，我觉得其实有2个，我在想说要不要看愚人牌，还是看钱币6？我看看钱币6好了哈。那看钱币有什么别的讯号？我没有特别觉得我要听什么方向、什么题目，但我翻翻它，看看这一个他在等待的这一个人的角色位置是带来哪一个方面的启发哈？或是到底决胜点在哪里我知道了啦。这个人很明白他的黑暗面、痛苦、伤痛跟就黑暗面。那这个要告白的人，他常常忘记自己可能又在走向一个类似的不好的回忆里。因为他会复制他旧的伤口，可他常常不自觉。问题出在哪里？因为他这一个人太乐观，他是一个非常绝对乐观的人。他其实是这样，这里能量一直这样子在形容这一个人。他是个有点觉得自己太快乐的人，或是在外表在其他人看起来他算是一个非常快乐的人。只是这一个好朋友，或是这一个有智慧的他身边这个朋友，一直都能看出来他常常忽略了自己内心的某些旧伤口、旧痛苦或什么的，他在回避。所以他为什么要问这个人？为什么要等他这个人觉得他做这件事情好不好？因为他有点，他的角色比较像是说怕他飞蛾扑火的概念。那他不是用来确定你这个人好不好的，而是在确定他这个朋友的心态现在是不是健康的，是不是好的。可是我在这边看起来他的朋友还是有一些担心，因为他的朋友可能有发现他这一次的心情的澎湃或什么，可能跟以往不同。那他的朋友其实也不太认识你，没那么熟，所以他也不太确定。只是，这里还算是停滞了，所以他还没告白的原因在这边。他们好像还没有认真的聊到这件事情，但是他的朋友确实有在对于这一个人的某些方面有感觉到有点小小的不安，也有点关心他，害怕他又投入下去之后又一无所获。那他的朋友也没有很有把握，觉得他这次状况好不好。那他朋友现在比较担心的是，他可能又再次忍耐，或是忽略以前的事情所以
他要告白，必须要等到他们两个有聊过之后，开朗起来之后，他才会来告白。那我是觉得他一定会来告白，只是这一个健康的过程，这个他必须遇到的，他人生比较重要的这个过程，他先经历完之后就会来了。但这个时间不太确定，但是目前能量看起来还在等，还在等他跟他的朋友聊啊，讲这件事情。哦，所以说从这边可以映射出来，这一个人是非常看起来非常快乐的人，外表看起来非常乐观的人。所以你跟他在一起的时候，要有的小心，要看顾他一下。他突然安静下来的时刻，那就表示他突然开始面对了一下他自己一些旧的感觉，但他会很快回过神来。但是这是你未来如果要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你必须要仔细面对的一些事情，或者关心的事啊，不要说面对，要关心他的地方。好，来，我们再往下翻哈。来，再翻2张哈。哦，好，尽量排整齐哈。这边偷偷说，你会很喜欢他，你会觉得他有很多东西都是你喜欢的，内在、外在、性格、其他东西，乐观、快乐感、正面感，你都会喜欢他。而且你们两个的互相喜欢的质量不相上下，没有说他特别喜欢你，然后你是被动的，没有哦。你会慢慢的发现他的好哦，他告白之后，你会大幅度的发现这个人的优点哦，你会被他很多你可能原本没有看到的东西吸引住，所以从这一点可以看出来，你们两个本来不是没有那么熟，然后认识也不久，因为你认识他真的不多。因为我发现这一个恶魔牌所带来的吸引力，你是有一种醒来的感觉，然后会慢慢的越来越多，所以你可能会想到可能是谁，但可能猜不到，因为他好像也没有跟你那么近。但是他已经喜欢你有一阵子了，然后他对你的喜欢跟你后来会慢慢变成你对他的喜欢的质量其实是一样的哦，这边有说是一样的哦，他那个路径那个方向到达那个点是雷同的，是不相上下的，所以你可以期待一下，他其实是你会喜欢的人，然后他不会让你失望哈。那些你心里想要什么样子的人的话，可能他还蛮接近的。那你对这一个人，我觉得没有什么熟悉感，因为这边说圣杯一，他说你在跟他遇到的时候，他告白之后，你会有一种全新的水能量，要适应他，而且是新发生出来的，反正就是一个新的。这关系是个新的，表示没有旧关系，没有朋友关系或什么，这关系会是从新的位置出现的。所以不会无聊。一直在强调这不会，因为它本质上不会无聊，这是感觉新的，很多内容也算是新的。它给你的反应、讯息、个性根本都是新的哈，所以你会内在会有一个好奇心，跟会有一个欲望，想要试看看，那这个水能量就出来了。而且其实这个起点你是喜欢的，你是觉得舒服的，这水能量才会起来。来，再来哈。所以我在想，他告白应该告得不错吧？哎呀。哦，呃，这个人的出现哈，我刚得到的第一个讯息是严格挑选。这个人的但是是为了你的世界严格挑选他，还是为了他的世界严格挑选你？这个不知道。但是他有一个讯息是，这一段感情的相遇是严格把关过，让它成立的。好像有点在说，需要你们两个走过很多你们之前的人生，才会遇到，才会相遇，才会看到彼此，他才会看到你。
那这个其中的那一个特别的滋味，只有你们两个后来才会知道。只是牌面讲说，就是这个相遇是不是随机的，也不是你们能量到了满足点，然后是最近的，然后让你们来试看看，也不是，而是有为其中一方认真挑选了这一个人，然后让他来的，让他到来的。那，嗯，这里有说哈，这一个关系蛮像是一种施舍的，蛮像是一种行善的，在宇宙能量的诠释上是这样，而且是一种，他这个挑选是一种非常有主动性的去创造了这一个关系，跟选到了这一个人，然后去给另外一个人。那这一个动机是一种非常慈悲的、非常善良的。那表示说，你跟他其中有一个人，才刚从一个比较差的局面里面爬上来，正在新生，正在转变，正在重新接受美好的世界跟快乐的世界。不知道是你还是他。好，这边没有讲是谁，但是有这个讯息。哦，有一点像是那个从低谷爬上来的人，然后宇宙真的看他很可怜。我用这个词不一定是准的啦，但是我大概用这个词来形容，就是所以给了这份很棒的爱情，有点算是苦尽甘来，你那一个辛苦过来的人应得的。那对于另外一个被抓来送的那一个人，其实，我觉得他这边有一点觉得说，等很久了，对吧？哦，终于帮你找到了，有这样子，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哦，那个被抓来当成礼物的这个，其实它是一种，就是终于你被选成礼物了，我们找到了你的能最适合接受这个礼物的人了。那比拟人化的说法是这样啦，让你理解一下，就是等很久了哈，他终于轮到你了。有点这个概念是不一样，两边的概念不一样哦，你听仔细哈。那对于你们两个来说，算是一种巧遇、机缘遇到，然后他先喜欢你这样子。可是其实，在塔罗牌和以宇宙的能量的解释是认真的、主动的去帮你们俩配在一起的啦。好，所以原因不知道哦，有时候原因会很明确说，等一下我翻才会有，现在不知道。有时候会很明确说是有一些任务的，是有一些之前做的事情出来的因果的，才会让他们遇到。这一次比较像是说，真的比较像是一份礼物啦，一份很好的礼物选到了这样。哦，被给予的跟被选到的都是蛮好的，蛮好的人，所以值得得到这个东西。哦，这个礼物不能说东西哈。好，那我们再往下看哈。这题目这一组目前看起来都很顺哈，没有什么大问题，主要是说它就是这一个爱情故事线是非常合理的哦，就是说没有什么差错，不能说合理了，合理有点太怪，就是非常顺的，好像直觉性的，非常符合直觉性的啊，这样讲比较好。好，塔牌哈，那我想一下哈，因为塔牌在这边出现了某一个转折性的冲击，但是其实是好的了哈，因为它的位置是好的。那这边有说哈，讲的比较后面了。他有说，你们的相遇其实确实是有一个任务的，就是会有一个全新的智慧要才开启了。所以，以我目前看到的一个逻辑顺序来说的话，这一个人应该能带你去挑战或尝试很多你现在的人生里面不会遇到的事情。好，举例最简单的，我通常都用这个举例哈，我只是要告诉你这个概念跟逻辑是这样哈。我们举例最简单的就是，他可能会带你去你从来没想过要去的国家，
然后你会看到完全不同的背景、生活方式的人、文化背景的人，然后你会在某些理解中重新开窍，大概是这个逻辑哦，但不一定是出国，他有可能会带你去参加什么各种你从来没想过要去参加的，但是因为有他在旁边，你很愿意去尝试的。那这一个开窍的幅度蛮大的，因为是用塔牌，力道蛮大的，它有可能会改变你原本对于某些事情的价值观。会翻盘，会打掉重来，会有，那都是好的，正面的、智慧的，然后你不是被动的，你是主动决定我要参加的，我要去的，为什么？因为旁边是国王牌在拉扯啊，他这个就是说，你的这一个决定，你的这个改变，你的这一个开窍，其实是你自己想要守护你自己、保护你自己的一个概念去做选择的，而不是被迫，而不是为了喜欢他跟着去。没有，这个其实是你知道你要提升自己，你知道这一件事情对你的人生来说是加分的，你才去做的。这个主控权是你自己选的。好，那这一个人的出现，他创造了很多冒险的挑战，就像我刚前面说的，他是一个探险者、冒险者的性格，你会跟着他，而且你觉得蛮有趣的。那只是他需要你理解一件事情是，这些事情随之而来的某种期待落空也会跟着来哦。他这边说的期待落空是说，他可能没有一个实质的收获或回馈，但是他唯一能给你的是一个崭新的经验累积。就是说，你跟着他去探寻很多东西，可能没有太多的实质收获，但是至少新的界限、新界看的世界就开始看比较大了，这就是一个经验累积的扩大。他在说，不是说一定没有收获，但是只是说不一定会有实质的收获，但至少有一个体会到每一种过程。所以他这里要你理解的一个很理性的概念是说，记得你做任何未来跟他一起要去挑战你人生没有试过的事情的时候，记得保有一颗最简单的心意，就是过程比较重要，好吗？他这边有在讲这一件事情哈。那你会在过程中体会到跟他在一起的一种浪漫、乐趣跟幸福，而不是要得到什么。这是你在跟他在一起之后，很多事情开窍的一个核心价值。是这个过程让你感受到了世界的不同，让你感受到连人生有很多的质感。这是后来会开窍的，但是它会偷偷改变一些你现在在看牌的是一些价值观，但是改变什么不知道，但你可能会欣然接受。那你现在无法想象的话，那就先做好心理准备，在你接受这个人告白之后会带来的一些改变。但是放心啦，因为这个人实在太正面了，他不会害你，他很多都是带给你一些非常有趣的未来方向。因为他有点节奏很快，很冲，你在某些感觉上你会被他拉着走，像是被他拉着走，可是其实你的内心世界这边有觉得一切的答应他跟着他都是你自己决定的，而且你是有点向往的啦。只是很多细节是陌生的。就这样。那我看一下，这里有些牌，我想多翻一下内容。那我来翻塔牌，到底再多给了什么讯息？好了哈，我再翻3张牌来重新再诠释一下塔牌在这个地方给的。好。好，这是5哈，叫中牌，再一张哈。
他说，你认识他之后，其实你会进入一个新的社群圈，会认识新的朋友，你有可能也会换工作，因为你的兴趣各方面想尝试的事情被打开了，你的冒险心被打开了，你会可能换工作，然后有新的朋友圈也会有新的工作圈。那这些细节跟你这些认识的这些人，都是你全新开窍的一个进阶啦。我觉得就是你打开了你的新视野了，然后你会对自己有全新的期许。那这个全新的期许比较像是说，你想尝试一些新的挑战，就像我刚讲，换工作就是一种。那在换工作之后，你可能会想要成为一个更高阶的自己，可能就是挑战更难的事情，你现在不会想象的。那这边有说后来会有，那这一个能量跟这一个起心动念，都是因为这个人出现之后，你看着他对于世界的多样性、多元性、变化、新的东西的探索、探求跟欲望，引发你觉得你不想留在人生的原地，你想要去感受更多的东西，所带来给你的一个全新的启发，是他。那你不会觉得孤单，你不会只有他，你在新的未来的想要跟着去挑战的时候，你会认识新的朋友、新的工作的同事或什么的。那这些人都会一步一步的把你往更多元，不能说更好，但是会变得更多元、更多样的世界前进，然后就会有更多的挑战、更多的乐趣、更多的故事，也会有更多的经验。好，那记得再回来这一个讲的就是整个经验过程才是最宝贵的，而不是你本来设定你想要收获什么。好，因为这边有说，如果你先设定好你要去哪里，为了要得到什么，要获得什么，你都会失望，都有可能失望，失望的比例蛮高的。因为你在过程里会发现，那些你本来想要的东西已经太小了，过程所得到的宝贵的东西已经大到你对于你原本只为了要去获得什么东西的这个念头，已经有点太，你觉得你也知道它太小了所以这个失望，并不是只是说你想得到没得到的失望，而是说，因为你心境的改变，你有点小小的觉得之前设的目标太小了，其实你看到了更大的世界。逻辑上大概是这样哈，它并不一定只是失望而已，它可能是一种泡泡爆掉了没了，就幻灭，或是泡沫，就是没了。好，不过它整个看起来确实，这三张牌有讲你的心境的转变，不只是身心灵上的，连环境啊、朋友圈都有一个大幅的提升。它这个不一定只是换哦，它算有一种提升哦。你原本以为你不会认识这些人，或是这个领域的人，你后来会开始认识了。那这些的改变，真的都是因为你跟这一个人在一起之后的一种不断的变化。我应该说演变吗，或者加分？我不知道。我觉得这个形容不好，我只能说会有一个新的变化。那在某方面来说，你会更喜欢这样的自己，因为你以前或者现在其实没有办法那么挑战这么不一样的事情。但它这个不一样，不太像是说在你的同温层里面，或是你熟悉的里面去找一些小标，没有。它这个有点像是改变了你现在能做的事情，跟你原本以为你擅长的事情完全不一样的世界的事情哦。好，那这一题我们排除掉他要告白带来的，他这边有一点在告诉你说，你认识他之后，他所带来的一切新的东西，都会让你开始觉得，我不能小看我自己，我还可以做更多事。他会有这个超级正能量，或是这种乐观的情况，他会传染给你。好，来，我们再来看一下你们两个人的连结的哈，就是有些为什么你们要相遇哈，然后你们相遇之后很靠近的时候，你们在彼此的人生里是什么样子的角色？我们来看一下，来哈，好，好，还有两张哈，我洗一下，就这两张吧，三张，那我没有要第三，我只要前二。
啊，呃，其实这个人蛮像你的贵人角色出现在你的人生里耶，他好像不只是你的恋人哈，他带领你去做非常多的事情，然后你会一步找到你人生的可能性中，再找到你这一个人的价值。你现在其实没有未来的这一个更确定自己在这个世界上是什么位置，可是这个人出来之后带你看到的那一种多元性、多变化性的世界里面，让你很想探索一下你自己是谁。哦，那中间会有非常多的犹豫啦，中间还有非常多的自我怀疑，但你会突破，你会知道你少什么，你会知道你想要找到的自己是什么，甚至有可能会找到很多自己。哦，所以未来的可能性会被启发，我觉得未来可能性会被启发哈。毕竟在于智慧开窍的位置是用塔牌来定义的时候，我觉得你这个打掉重练的概念还蛮强的。所以无论是这一个爱情是什么，但是我觉得这有后面的你的觉醒的提升，各方面有点超越了这份爱情一开始要带来的，也有点超越了一开始我们只是想一个单纯的恋爱所带来的，因为后面有无限的可能要发生。所以这个人确实是算是一个贵人牌出现在你的人生里。好、那我不确定你们成为恋人的关系会多久，但是至少这个人，当他一开始成为你的贵人的概念出现之后，你们就不会离得很远了啦，在整个人生里哈。然后这边有说到你们中间有可能会分开一阵子，离开一阵子去做自己的事情，哦，然后会再相聚，然后那个时候已经变成更好的彼此，有锻炼回来。那中间分开这段时间是什么关系？这边没有说，只是这边有个提醒，很有可能在你们非常近、非常理解对方的时候，两个人会有点决定先分开一阵子。但我觉得这个分开一阵有点像是说各自先发展的概念。我只能说就有这个讯号，但不一定会发生。但是讯号有出来，我只是要先跟你说一下哈。然后其实这边有看到你们两个相处的时候都还蛮融洽的，而且会有一种很疗愈的感觉，很舒服的感觉，好像远离了整个世界的喧嚣之后，遇到这个人，或是回到家遇到这个人之后，都会有一种舒坦的感觉。这是你们两个相处的气氛，没有什么紧张气氛，很融洽，而且对话也很顺，还可以探讨很多。反正你们就是可以很长时间对话聊天的人。哦，那也因为这个人的关系，他每次跟你聊天都会有很多新话题，他每天都会吸收很多新资讯、新讯息，所以他每天都会给你讲很多新的东西。只要你不觉得烦，你就会一直听到很多有趣的事物。哦，所以才说你们的聊天讲话很长，你可以就专心听他讲话，听他讲事情，也会觉得很疗愈、很舒服，不无聊。哦，然后好像有点进入了另外一个世界。哦，因为它会带来一种好像充满了极端正面的快乐的向往。我必须说，这里有一点像是它会带来某种像是去迪士尼的感觉。其实刚刚一开始一直有这个讯号啦，只是我一直想要确定是不是那样子的感觉，但是后来慢慢发现确实是有这样子。相对的，你在这份关系里面，你算是比较冷静的，你算是偏冷静的。哦，好，那这就是选择2号牌的朋友哈。那讲很多，希望给你一些未来的方向感哈。就这样，谢谢你来听，祝福你们。接下来我们来看选择第3号牌的朋友，今天的题目是谁将要告白了？谁要来告白了？哦，好，一样我们会抽出5张来看一下整个基本的结构发展哈。那今天会比较不一样，我会再针对一些我有兴趣的牌，然后再多翻几张看看它个细节哈。因为最近发现有些讯号不足哦，很不足哦，所以我们会再多花一些时间来看哦。来，先从5张哈，好，来哈，好，最后一张，好，
来哈，是宝剑8开始哦。那我仔细看一下哈，10 cups。首先，我先讲一个状况哈，你们两个的关系，是还没有一个时间点哦，只是说现在你们两个的关系哈，是被建立在圣杯10，也就是说，它是一个有很未来展望非常强的、幸福感非常浓厚的一个架构上所被祝福的一份关系。也就是说，他的主动来告白，其实是受祝福的，是受支持的，不是什么坏事哈，你是可以欣然接受的。好，那只是，希望你体谅一件事情是，他这一份告白，他思考了非常久，非常久，而且他有在等待他自己心里的某些过不去的事情，可能是伤痛啦，或者是现阶段他有一些公事或是家事要处理完，他的心情被整理完之后，整理的比较好之后，他才有一个把握，他才有比较能够想象跟你在一起的一个样子，然后他比较能够清楚的去规划你跟他未来可能的走向，的时候，他才会来告白。所以以现在来说的话，我觉得他还在进行中，进行着整理的阶段中，但是他终究会来告白，因为圣杯10的这个位置在慢慢的建立你们的关系了，已经有未来性了。所以只能说3号牌的节奏慢了一点，他没有那么靠近。时间上告白的时间没有那么靠近，但他人很近，他在附近。其实你们应该已经认识，然后应该算是而且也算是蛮熟悉的。目前看起来，他对于你的思维、思绪一些要整理的东西，很多跟你的连接蛮绵密的，所以你跟他应该算是蛮熟的。那这一题有一点点算是日久生情，到了一个饱和点，他觉得应该可以再进一步，应该可以再多一点。只是因为他对你的了解，他对整个状况的了解，他觉得需要再深思熟虑一些，才可以再往前。那这件事情没有人能帮他思考或什么。你想说可以问朋友啊或什么，可是他目前处在一个蛮尴尬的场面，就是他的朋友也认识你，他有一点点不想要让他的朋友知道他有这一个情愫，因为好像这一个同侪圈朋友圈，突然他这个情愫出来的话，会有一点奇怪，会有点尴尬，所以他现在有一点内心在挣扎，在奋斗，他在内心挣扎奋斗的阶段了。他是一个人的。所以没办法，他必须要花一些时间。不过还好是，宝剑女王在这里做一个整个世界的平衡啊，就是说你们两个的这一个世界这个是什么世界？就是他已经有开始一些情愫了，想要跟你告白的这个情愫所创造的这一个世界，你跟他的世界里，还好有宝剑女王在这边，宝剑皇后在这边调整在一个比较好的节奏。调整在一个比较能够舒服去思考你们的关系跟什么时间点来告白比较好的一种状态来给他，所以他并不紧张他虽然是一个人在那边想，他不紧张，他也不急，他还在仔细看什么时间点比较好，然后他还在觉得自己是不是各方面感情各方面都已经处理好了，然后他也在思考说他现在跟你的关系，这个朋友关系，他会思考的很仔细，才不会让你觉得说好像太冲了，太快了，没有思考过。因为他的角度来说，他是已经有感觉过，有变化过。从朋友的关系然后变化成
要进入恋人这个状态，或是要跟你说这个状态，他已经有感受到了，他已经有怎么说？他已经有经历过那个过程啦，但是你没有，所以他会在想说要用什么方式，才能够让你不会突然觉得很惊讶，或是转换不过来，所以他很仔细的在想。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看，也就是说，他真的很了解你啦。他应该这，所以我觉得你们应该不算不熟，只是走到这个阶段，可能会有一个新的进展、新的发展。来那我们再继续往下看，继续往下看。好，的确啦，他确实还在思考阶段。他思考的东西蛮深的而且我甚至认为，他开始有喜欢你的情愫，开始有觉得应该要跟你告白，再更进一阶，这一个开始有这个念头，到我们现在翻到牌子，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因为这里，这里四张牌都在讲某些事情、某些思绪、某些东西都还在进行中，还在整理中，还在搏斗中。那它的位置也都已经有一个，都代表了某种时间段，已经进行了好一阵子了。所以他其实，我觉得他蛮挣扎的，他在你身边，一直不知道要不要告诉你喜欢你，还有什么，很挣扎。那这个状况其实还有一个有趣的是，他看你看得比以前更仔细，所以他越来越喜欢你，因为他越来越知道你的好，你的优点各方面的。只是因为到现在，其实他有一个重点，他一直没有抓准自己能成为你的谁，能成为你的什么，而不是说他能给你什么，而是他觉得除了朋友这关系之外，真的变成恋人或是试着交往有比较好吗？他一直在摸索，他一直在想然后宝剑皇后给他的一个氛围是不用急，情况不会变，关系也不会变，现在维持现在这一个关系也已经是最好了。你可以慢慢想，不要急。其实这样要不是我们今天翻出来，其实你不会知道他在你旁边一直这样。那他心里也知道说，其实他跟你在一起的话，会有蛮好的未来，因为他知道你跟你很合，只是他不知道你的心意怎么想。他心里一直有圣杯10的状态，就是应该会很好吧，我们在一起应该还不错啊。可是他又因为宝剑真的比较多，所以他的理智常常拉住他说再看看再等等，所以他就一直在这边踌躇什么的这样。其实啊，以目前来说，他已经得到的答案是，就这样子，以现在的关系待在你身边保护你也可以，他接受这个，他也没有觉得一定要改变。但是因为我们今天翻到了，其实我跟你讲，翻到了一个重点是圣杯10，圣杯10在讲他一定要告白，不一定说他一定会告白，他一定要让你知道这件事。不知道，因为他这个未来性应该要发展成这样，所以他应该要告白的。好，来，我们再往下看。我看看我要看什么位置哈。我对于宝剑8这件事情，这个位置蛮好奇的。那我来翻看看宝剑8给的讯息好了哈，看看他。好，我用这一组牌来翻哈。好，好，上面一点哈。用宝剑8的位置来翻一下别的牌看看。好，圣杯6哈，权杖8，
他现在他其实困在一个熟悉的旧的感觉。我觉得这个情况，他以前好像有经历过，就是从很好的朋友里面发现，应该可以变成在一起交往状态。他好像有试过，有表达过，可是好像失败了好像失败了，所以他心底一直卡在这里。但好消息是，他这个阶段快想完了，他快想出一个结果了。基本上这个结果是他会觉得，我觉得他会得到一个讯号是，如果以前试过了不成功，那这一次再失败也没有关系，反正好像这件事情就不应该这样发生。他会有一种自我解嘲或是诠释的方式，这是其中一种。反正他会有一个新的解释，就是说，先让你知道比较重要。他心里会有一种，你知道这件事情很重要，不一定他不一定会想成是说，如果你拒绝了，或者你觉得这样不好，然后会伤到他，其实不一定会往那里想。他其实心比较大一点，他比较想说，让你知道他对你的感情是已经到另外一个程度，应该算是一种礼物，或是让你知道说有人这么喜欢你这样子。他觉得这个角度跟你讲很健康，他慢慢会往那个方向想通的。应该不是说想通啦，我觉得他已经差不多想到了，只是他心里还没有下定那个决定，说就是这个。我从这边看到的那没关系，让他想一下了因为他内心真的有一个很旧的、很以前的事情在影响着他啦。也许之前他也类似的事情，他有点受伤有点受伤，但是以前他的成熟度各方面，他转换了很多，因为看得出来有一个旧跟新的不同。然后我又看到了隐士牌里面告诉我的是说，他也在寻找一种跟你告白之后，的一种爱情上的价值啦。就是这个怎么解释？就是说，跟你告白了，是不是也是一种好事的分享？好像他就是像我刚刚前面讲的，他有觉得说，要让你知道有一个人这么喜欢你，也算是你的礼物，不应该把它当成是说会给你带来困扰。他即使心态有一点比较已经有点比较坦然了啦，可以坦然接受各种结果了。我从其他的一些火能量里面发现这一件事情，我觉得还 OK， 没有那么悲观其实还有点乐观。那他这件事情快想完了应该会有一些其他的动作吧。我希望他快一点因为我不是说他快一点会比较好，而是我喜欢看那个故事的发展个人的喜好。好，我们再往下看来看一下其他的部分好，这一组牌都很细他给的讯号都很细没有不是一个大方向的讯号。那我又看到一个顺序了，我觉得他在跟你告白的时间又会再拖慢一点。他把这一件事情想通之后，他确定了要跟你告白之后，他会先休息一阵子，他会有一点需要缓一下，所以时间可能又再拉长一阵子。他会再缓一下，然后之后就只是要确定什么时间比较好，但他心情那个时候就应该已经确定了。等到那一个时候他就会愿意跟他最好的朋友讲了，然后他最好的朋友就会开始给他一些很好正面的，而且是愿意帮助他的。可是还没到啦，他还没有到那个状况。那他那个时候心情在休息的时候，他告诉他的朋友，我觉得他那个时候还会跟朋友比较有联系，那个朋友就会去推他说快去，不要等，就会觉得说这个视频不要等，我们要赶快知道到底是什么这样。好，他那个时候会有这个讯号。
所以后面等他确定了一些他的心意，他觉得一定要跟你告白的时候，他确定他自己的心理状态的时候，后面的速度就会比较加速了。因为刚前面有这个啦，那个权杖八，它一直有一个加速，快到了，就是说尾声结束，赶快进入下一个阶段的讯号。其实这边有了，我刚才会说，他这个自我困扰还在犹豫要不要跟你告白，这个阶段已经快结束了。因为这个讯号出来之后，后面就开始有一些别的了。开始有一些后续的内容了他的朋友会推他一把来，我们再往下看，他这3号牌算是一个比较清晰的故事线啦，有一些很有关联的连续我翻错牌了，那没关系，翻错了就翻了吧，自然而然的翻到了，那我们就翻吧。好，看一下，我大概知道他跟你告白的时候的一个情况了。他会在一个很简单、很朴实无华的状况里，很平常的状况里，然后也不是突然跟你说，他会在一个聊天里面慢慢进入这个话题，然后在你跟他聊天听的时候，你会突然惊觉到说他在说什么，会到这个程度哦。然后那一个时间点当他开始，我觉得他会感受到某一个时间点，就是一定要跟你讲。然后，因为他心里会有一个东西在滚动，会有一个非常高，就是他那一天会非常快乐，然后他那一天会非常雀跃，他那边会对很多世界的各种美好啊，什么东西都会有很强的感动。他要跟你告白那一天，他会这样。简单来说，就是看到路边的人，他就会很热情的去给他们钱。然后也许那天网络上他手机看到要捐钱给狗狗、猫猫什么盖房子什么，他就会立刻捐。他心情那一天就会非常好，善良、善意非常高，慈悲心也非常高。那时候会被很强的能量催促他，那一天会有这个心情，然后他那一天就会忍不住会跟你说。主要是因为他在这之前就已经确定会跟你说了，就是他一直在等那个时间点。可是当他要跟你告白那天，他就会各种心情就会很满，他就会有一种觉得可以啦，跟你说了什么我都可以接受的一种状态，所以他就会跟你说那一天那可是那一天就是一个非常该怎么说？我觉得它可能会是一个很平常的假日而已。好，跟你跟他出去的时间没有什么不一样。那会不会有其他朋友这边是看到好像那一天会没有，或是本来有，然后后来变成你们2个一起在逛街啊，还是什么？我不知道。那反正就是一个非常平淡的，没有什么特别要去庆祝的日子。那天会有这个情况。那好，应该就我再想一下好，这里没有什么特别，因为我突然有一个讯号，好像在看，让我看一下那个。好，没有反正他那一天就是很平淡啦，只是他的心情会非常好。我觉得你应该不会感觉到，但是你也会被那一个很奇怪的幸福感，而且很奇怪的欢乐感影响所以那一天心情会特别好反正我这边看到的冥冥之人给的气息就是这样。好，那这里就这样，然后往下看，好，往下看。因为刚突然有一个讯号来了，就有点小小的被打扰了一下来，我们往下看好，到9了
这边说了一个很特别的事情是，那一天呢、这边也在讲他要告白的那个情况。那一天，他好像有特别好看，特别不知道他那天就因为心情好，很多事情都变得美化了。哦，我想他这个时候会露出一点马脚，就是他会有一点不一样。他要跟你告白那天，他会有点不一样。那而且我好像看到有一个小小的特别的讯号是，那一天出去好像是你要找他，你求助于他，你好像有事情要问他，所以他就特别被影响了。他就特别说，好像有什么特别的，今天好像很特别，为什么你会找他或出去什么这样子？或是你们朋友一起出去的时候，然后你特别找他讲话问事情，好像你觉得他才会懂什么的，很特别。还有一个这个状况，简单来说，就是那一天你们的对话好像会比平常多，然后他才会变得比较雀跃才会回到前面这一个状态。然后这是连在一起的。那所以他的各方面，不知道他那一天的桃花或是个人魅力也特别好。不知道在他后来就突然这里的牌就突然专注在他那一天了，已经就直接到那一天他要告白。我必须要调整一下哦，他不一定是那一天他要告白他的状况，而是他要告白的前后，他的那个时候那一小段的几天，他都会有一种非常好的状态会跑出来。那这个好的状态会推他往想要做一个好的事情，所以他想要跟你告白这个心思会变得非常澎湃。哦，如果要大一点，大概就这个方向；小一点就是可能就当天。那然后对照你这边的时候，很奇怪的是，那一天你刚好蛮想跟他接触，蛮想跟他讲事情，蛮想问他的。好，就这边有一个能量是，你这边突然有一个能量要往他那边走，去寻求他某些帮忙就对了。所以这一条线就要撞击了，就是突然你的需要跟他想要去前往告诉你这个地方就撞击，他就会跟你说，所以才会说他跟你告白或什么时候，在这个非常平淡、非常奇怪的状态里，很平常的状态里，他就会跟你，我刚不是说嘛，你会慢慢聊，他就往那边聊去了。所以也可能因为这样子的事情，他就借了这个顺势上去，就跟你说他其实他喜欢你之类的。会有这个状况哈，所以他这边就顺起来了。那其实这一个连续啊，是命运之人在做一个转动。命运之人会在某一个时间点看到了一个非常好的善良、慈悲、热情、正能量非常好的那一个时机的时候，会把这件事情推起来。推起来，你往他那边走，他往你这边走，他就会跟你告白。好，以能量的拟人化的说法是这样子。好，那他也没有故意在等这个时机。但是他会感觉到那个时间，因为他一直在等那个时间，要跟你告白的那个时间，所以他会感觉到好像就这个时候可以跟你告白了，可以跟你表达了。那他可能不会只表达他对你的好感，他会很明确的讲，他想试着交往，想要进一步。好，那我再来看一下这几张牌有说的，我来看一下战车牌有没有多给，因为我好奇这个地方给战车牌，因为这个战车牌啊讲的是你的部分哦，突然在这一个位置，你好像要寻找某种讯号，反正是你想要某种讯号，所以你主动了，所以我对你这一个主动很好奇这个时间点，来我帮你看一下，好。来看一下这一个战车牌在诠释更多是什么啦？你的位置这个也可以让你看到说，当那一天你有这一个讯号的时候，可能就是他要告白了，很像在解谜但是总会有一些迹象啦的确是你那一天会突然有一些生活上的疑问，可能是工作，可能是生活，还是人生一些方向感，也有可能是用举例的，可能是你突然想要去哪里念书啊，你问一下，他可能有这个经验，还是你想去哪里工作，你想干嘛，对人生有些疑问，你突然跑去问他，那这些疑问都跟你的人生的历程、价值，你要追求的一个方向，不是爱情的，
是你的生活的一些很重要的关键点，你希望有人可以聊，所以他在你心目中算是有智慧的哦，所以你不会在这个关键点的时候你会要去问他哦，所以你仔细想，他其实在你的生活中，他算是有问必答的人，而且蛮有智慧的，知道的事情蛮多的，不然你不会想要去问他。他这边有这一个讯号，他这个感觉不太像是说你情感上想要依赖他，因为好像没有这个情愫。就你有特别的事情想要去找他聊的那个关键时候，就那1-2天他就会跟你告白了，就是那个时机。这一题我觉得我刚是不是说这一题给的讯号都很细，就是这个意思。他这一题给的要告白的那个时刻，什么东西都不是大方向，都是一个很细的一个小细节。有些牌是会给一个大方向，讲一些说大概什么时机、什么情况、什么，可是这一题讲的很细那好，我再往下看哎呦，放不下。来，我看一下你们2个的人的连结了连结的部分再往下看一下。好吧，来。好，杯4他这边说他对你这个喜欢的这个情愫啊，其实一直有，可是他一直自己没有察觉到他自己一直没有察觉到。我觉得很像他这边有说，你们很像是在某一个片刻，可能有一个很小、很小、很小的瞬间，你对他做了什么事情，他突然这个情愫就起来了。那这个小事情有点很小，小到非常小的，有点像是说，我常常做打这个比方啦，就是你可能要进电梯，你跑了，然后他在里面，然后他用手去帮你挡开了，那个瞬间，你突然觉得，有一种被救了的感觉，然后他那一瞬间，你们的眼睛对到或什么，他就有那个感觉，或是相反，他要冲进一个电梯，然后你帮他开门，所以他那时候就突然有一种。或是你们的手那个时候就碰到了、拉到了，这样他把你拉进来或什么这类的小事情，产生了这个瞬间的情愫。这只是打个比方啦，你可以去想想，是不是有些小事情，它真的是因为在某一个瞬间、某一个很小的事情之后，它突然有一个全新的感觉跑出来了。愚人牌就在这里，那个全新的感觉跑出来，把它拖进这个情愫里，然后它就往下跳了，它就往前走了，它挡不住。原来他心底就有这一个情愫，他那个时候觉醒了，他那时候发现了，所以他就停不下来。我必须说他停不下来，因为愚人牌出了，他等于是他在他的内心里，对于这份情愫已经展开一个新的旅程，然后才到这里来，已经走了一阵子了，就跟我们前面讲，其实已经走了一阵子了。好，来我们再看好，他这边说，如果他跟你告白之后，如果你也答应了，你们2个的感情发展会蛮快的，初期就很快了，还蛮契合的，节奏很像，因为你们已经做朋友好一阵子了，然后会开始有探索去立刻去做一些跟你们2个原本做朋友不一样的事情，很特别，然后会瞬间活在2人世界，因为好像觉得这关系好像被打开了。好像原本就应该有这个关系，可是都没有出现，然后这次终于被打开了，有这个讯号，然后就突然有很多很想做的事情就去做了。这边比较多未来性的事。那我必须说，牌子有说，其实在你自己的心底也有那一丝感觉，可是不知道有没有醒过。就是他来打开你，他跟你告白之后，你才会知道，原来你心里有一些对他的好感或什么是这种感觉，是这爱情的感觉。他这边是这么形容的啦。那我再往下看不过这都是前面不过后来到中后期的时候，你们2个真的很近的相处的时候，
好，就会有一些比较不一样的事情发生了，因为可能静下来了嘛。那你们在这里的时候会进入一个新的相处时间，就是有点，他就是很坦白，就是甜蜜期过了，你们回到一个正常生活的时候，你们那个时候就会开始摸索怎么样才能够好好的两个人相处。但是这边讲的没有很难，这边只是讲说会有一个新的你们还不知道的关系正在建立中，但他没有说是不好的或是会有问题，他只是说到了爱情牌之后，前面一瞬间。到后来比较安静、冷却下来之后，那个热度没那么烧的时候，回到一种生活感的时候，你们两个那个时候才会开始去思考，什么是你们两个要去生活的方式，什么是你们两个要去相处的方式。不过这里的牌都完全没有说你们两个第一是不同性格的人，没有，也没有说你们两个是互补的，性格上是有摩擦的，也没有，甚至也没有说你们是不是双胞胎是一个绝佳拍档，这个也没有。他这边只有说一个很温很温的，你们在一起就没有问题，很多东西都会从原本是朋友的关系里面建立上来，所以本来应该有的摩擦早就已经没有了，早就已经磨掉了，早就不会再出现了。这里说的是这个，那这都是比较后面了就卡在这里只是现在我们这里提的问题是，他到底什么时候要告白？因为真的已经到一开始我们讲已经到边边了，所以只好期待一下了。来，我再帮你多翻2张牌，看一下现在中间在影响他的要告白的这一条路径到底还卡了什么看一下，都是6我觉得没，好，我觉得少了一个推力，就像我刚刚讲的，就是他只要开始跟他的朋友讲，这个告白就启动了，因为他的朋友会推他，就会推动他，叫他快一点，然后他的朋友会给他很多鼓励，会给他很多认同、赞同，他那时候信心就来了。他的节奏就会快了，所以他现在差在什么？差在他还没跟他的朋友讲这件事，他只要开始讲了，整个速度就会加快了所以我们再等一下吧。他现在快了啦，我们刚刚看了那么多，他快了啦，他已经就在这里了，那已经快要跟他要这里就已经快结束了，他快要跟他朋友说了。好，大概就走到这里来，这就是选择3号牌的朋友其实我觉得这一组给的讯息太细，其实蛮绵密的，很多细节我必须要把它串起来所以在我的感觉里，我觉得讲的有点乱，有点复杂，但我还是希望你们听得懂，因为已经讲下去了嘛那总之我做一个小结论，他差不多要告白了，可是他必须要先跟他朋友说，那我们再等一下。跟他朋友说了之后，他就差不多会准备好找个时间会跟你告白。那这些告白的时间点都是我们后面多说的找到的但情况一切都会比较好的，那就看你。那他的确应该是你很熟的人。我们这边牌子讲的蛮熟的，但是也有可能没那么熟。因为他这一个熟视度是用他的角度去看你的，他可能觉得跟你很近，但你可能觉得没有，好吗？也有这可能但是未来性这个牌有说，其实2个很合，有很多事情的摩擦跟边边角都已经在做朋友的时候就修掉了。所以从这个综合起来来讲，其实你们应该没有那么不熟才对。好，那就这样就这样，给你一些未来的方向感，希望能帮到你还有一些快乐的期待。那就这样，谢谢你来听祝福你。